美国最大的两家 AI 公司微软跟 Google 到底谁比较好？到底该投资谁呢？嗨，我是小胖，你也可以叫我肖邦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AI 的两大巨头微软跟 Google。这支影片主要会分成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我会先针对微软的财报来做一下分析，第二部分就轮到 Google 的财报了。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两家公司到底谁比较好，谁比较值得投资。如果你对于 AI 类股非常有兴趣，然后也很好奇微软跟 Google 到底能不能投资，那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关于微软呢，我先说结论，我觉得微软这一季的财报超级好，是那种我看完财报会想要立马投资的那一种好。那微软的财报到底哪里好呢？这个我待会会讲。在看财报之前呢，我先来介绍一下微软的产品有哪一些，它主要是靠什么东西在赚钱的，这样后面我在讲财报的时候你才会比较有概念。 OK， 基本上微软的产品可以分成3大类。第一类是 Productivity and Business Process， 生产力与商业流程，像是我们熟悉的 Office 软体、Excel、PowerPoint、Word、LinkedIn 等等，这些算是第一类。第二类是 Intelligent Cloud， 智能云端，那 Azure 就是软体最主要的线上云端服务产品。第3类是 Personal Computing， 个人电脑，包括 Windows 系统、搜寻引擎、Bing 和广告收入等等，都是这个类型里面的。那微软目前最赚钱的就是第2类的智慧云端 Intelligent Cloud。这一季智慧云端的收入是259亿美元，生产力与商业流程的收入是192亿美元，个人电脑的收入是169亿。以前我们对于微软的印象就是 Windows 系统跟 Office 软体嘛，包括Excel、PowerPoint、Word，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很常用的东西。以前的微软也的确是靠这些东西在赚钱的。但是自从2019年、2020年开始，微软的云端服务收入就慢慢的超过这一些产品。也就是说呢，大概3-4年前，微软就慢慢的把重心跟赚钱的主力放在云端上面了。你去翻2019年微软的财报，你就会发现2019年它最赚钱的就已经是 Intelligent Cloud 了。所以微软算是 AI 股里面走得很前面的公司啦，它比很多公司都还要早开始经营 AI 这一块，也几乎可以算是最早在 AI 上面赚钱的公司了。那云端服务也是这一季收入里面成长最多的一块哦。你可以看到云端服务的收入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0%，生产力与商业流程收入的年成长率只有13%，个人电脑也只有19%，那整体的营收成长是18%，这样子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啦。然后呢，这一季的毛利率是68%，虽然比上一季下降了3%，但是也算是保持在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水准。再来是营业利润的部分哦，这一季的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成长了33%，来到了270亿。那这个其实也非常的好啦，因为你看哦，它毛利率的年成长率只有18%哦，但是营业利润成长了33%，这表示说微软的费用的成长幅度小于毛利的成长幅度。我知道这个听起来会有一点点难理解，不过你看这一张图就会知道了。你看哦，微软2023年的毛利是42397，2022年是35259，成长了20%左右。那在财报里面呢，其实有一个概念叫做收入费用配合原则。那所谓的收入费用配合原则呢，意思就是收入跟费用要配合着，就是这么白话。这个道理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有点像古人讲的，要怎么收获就先那么栽。你想要得到多少，你就得付出多少。你想要得到越高的薪水，你就要比别人更努力，花更多时间去学习更多的东西。那收入费用配合原则其实就是这个概念。公司要得到更多的收入，它就势必得付出相对应更多的成本，所以收入费用理论上会配合着走。收入变多，费用理论上也会跟着变多。收入费用的成长比例理论上应该会是差不多的。但是你看哦，微软的毛利率成长了20%，它的费用却没有成长很多。这个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一般及行政费用甚至还变少了，这表示说微软是很认真的在控制它的花费的。不是，应该这样讲，微软很认真的在压低它的开销。那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呢，这样一来，公司能够赚的钱就会更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营业利润会成长33%的原因。因此整体看来呢，我是觉得微软这一届的财报是非常非常的好啦，好到我真的都超想买的。至于为什么微软财报这么好，可是这几天还是跌这么多呢？我想主要的原因啊，还是因为有一些新闻报道说，微软这一
一季的 EPS 比上一季还要低，所以很多人看完新闻呢，可能就把微软卖掉了，导致股价下降。没有错，这个的确是事实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算不上是缺点。这季的 EPS 是 2.93， 上一季的 EPS 是 2.99， 只差了 0.06 哦，连 0.1 都不到，所以这个有很严重吗？我不觉得况且它的营收、毛利、营业利润各个方面都比上一季来得好，而且也比去年同期都来得好很多，所以我真的不觉得微软的财报有什么问题，甚至我觉得它的财报真的是非常的好。不过大多数人就是这样，只看看新闻、听听消息，然后就去做买卖了。听新闻说 EPS 变少，然后就把股票卖掉，只有真的很少数的人才会认真去看财报。所以还是老话一句啦，我觉得不能只会看新闻，新闻提供你的资讯不一定这么完整，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偏颇，所以最好还是自己去看一下财报，你才能知道说公司的状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它的体质有没有变差。那如果你现在还不太会看财报也没有关系，我特别为美股投资人准备了一个完整41分钟的影片，这个影片会教你如何透过财报看出公司的体质，找到真正好的公司来投资。这个影片已经有超过800人来领取了。如果你不想要被新闻影响，同时也想要进一步学习如何透过财报看出公司体质的好坏，立刻到下面的资讯栏点击连结索取我为你准备的影片吧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跟微软同一天出财报的 Google。 一样先说结论我觉得 Google 这一届财报其实也蛮不错的。至于 Google 跟微软到底谁比较好，谁比较值得投资，我会在影片的最后跟你分享。 Google 这一季的营收呢，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3%， 来到了86310，营业利润是23697，那营业利润率是27%，然后这一季的净利呢也是成长蛮多的啦，来到了20687。这一季的 EPS 是 1.64， 也比去年同期的 1.05 高，这个是季度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年度的表现。右边这两栏呢，就是2022年跟2023年一整年的数据。2023一整年的营收呢是比去年增加了 9%， 来到了307394，营业利润也比去年增加了 1%， 来到84293，然后净利跟 EPS 呢也比去年还要好去年的净利是59972，今年的净利是73795，去年的 EPS 是 4.56， 今年是 5.8，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。那 Google 一直以来会这么赚钱，然后今年也这么赚钱，其实还是因为广告收入啦。Google 的收入来源呢，大致也可以分成3个类型啦。第一类就是广告收入，包括 Google 搜寻引擎上面的广告、YouTube 的广告，以及 Google 网站上面的一些广告，这些都是第一类的广告收入。第二类是订阅制收入，像是如果我们有订阅 Google 的一些服务啊、网站啊或平台，就要缴钱给 Google 嘛，那这个对于 Google 来说就是订阅收入。第三类是云端收入，也就是这个 Google Cloud云端运算平台。那从这一张图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Google 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广告收入。你看Google 整体的营收也才86310，但是广告收入就有65517，大概占了70%以上，所以有70%以上其实都是来自于广告收入其他的才是 Google 的订阅制或者是云端上面的收入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戏称 Google 是广告公司的原因，而不是科技公司。那今年呢，在搜寻引擎上面的广告收入是成长了 13% 左右， YouTube Ads 的收入是成长了 16% 左右，那 Google Network 广告收入呢是下降了 2%， 整体的广告收入年成长率是 11% 左右，来到了65517。那 Google 的订阅制收入呢就比去年成长了 23%， 来到了10794，然后 Google Cloud 收入比去年增长了 26%， 来到了9192这些单位都是 millions 是100万美元不要忘了。最后来聊一下我对 Google 跟微软的看法好了。老实说，我觉得 Google 跟微软两家公司财报真的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不错，然后我也觉得这两间公司成长性跟体质都是很好的。但我相信影片发出之后，一定会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问说到底微软跟 Google 到底谁好，我应该投资谁？虽然说 Google 跟微软这两家公司的财报真的都很好啦，但是如果硬要选的话，我自己心里面会比较偏向微软。
因为 Google 还是在靠它的老本行在赚钱 ，Google 还是靠广告在赚钱的哦。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，Google 目前还是依赖广告在赚钱的，尤其是搜寻引擎上面的广告。但是呢，现在微软最赚钱的是云端服务，它已经从原本那个老本行，就是我们印象中 Windows 啊、Office 软体啊，它已经从这些本业移转到云端服务。它现在云端服务是最赚钱的，微软已经真正尝到了 AI 的甜头，它赚钱的主力已经是 AI 云端服务了，不再是我们印象中那些传统的东西。这个是比 Google 还要跑得更前面的。Google 还在传统的广告收入，那他们已经是以 AI 为主了。所以就这一点来看，我个人是会比较偏爱微软一点点啦。如果我要投资的话，硬要2选1的话，我应该会选择微软而不是 Google。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，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微软还是 Google 呢？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吧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，记得要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给其他也对 AI 股有兴趣的朋友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